妍姐姐，你这金鱼都快秀成蜻蜓了。许是病了一场，眼神不大好使了。我看不是眼神不好，是魂儿被勾走了吧？莫不是因萧世子只顾着陪嘉宁公主，不曾来探病，所以才这般魂不守舍？呸！好端端的，提那狼心狗肺的家伙做什么？飞玉，这丫头嘴上没把门，你别往心里去。为了那种人不值得。没事，萧旭乃崇安侯独子，与我定亲已有2载。半月前的皇家春猎，我本欲夺魁，没想到。玉娘住手！不可猎取怀胎母鹿。阿旭，那分明是头公鹿，你可真是冤枉严姑娘了。就算想助我夺魁，也犯不着这般下重手吧？瞧瞧你的未婚妻都流血了。我从未想过一纸婚约能抵过他2人那般的情分。严姑娘，你私自来此，所为何事？萧世子，我来是想告诉你，陛下赐婚之事，你若有半分不愿，我即刻便去宫中求陛下收回成命。哦，这般自信，那你倒说说，要怎么说服陛下？满朝文武谁敢质疑君上的决定？撒泼打滚，不依不饶。陛下舌灿莲花，纵我说上10句，他也能用1句便堵得我哑口无言。与其如此，不如趁他讲理之前先蛮不讲理，左右还有先父先母与严家祖宗的情分在。陛下便是再恼，总不至于真的杀了我吧？严姑娘果然语出惊人，倒真如父亲所言，与众不同。不必劳烦，此桩婚事我没有不愿。那你也没有心上人吗？现在没有，以后就说不准了。那时我真的以为自己能够走进他心里。抱歉，玉娘，我想要嘉宁赢。原来他口中的来日方长，心心念念的以后，自始至终都从来不属于我。真是气死我了！我刚听说，那姓萧的之所以一直没来，是因为嘉宁郡主在春猎时吹了点风，染了风寒，夜里高热不退，噩梦缠身。然后呢，咱们的萧大世子就寸步不离地守在郡主榻前，说只有他守着，郡主才能安睡。这也行？难道他萧世子是梦松转世？当初我与萧旭因定亲频繁往来，每回相会游乐，席间必然少不了嘉宁的身影。我就知道你们俩在这儿。我和阿旭自幼相识，他的性子我最了解，以后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他欺负你。有任何事儿，我都帮你盯着他。嘉宁，你又来搅扰！我这是帮严姐姐看着你。罢了，谁让你天生就是这副爱操心的性子？等日后我与玉娘成婚，看你还怎么来管闲事。郡主她……嘉宁与我随意惯了，她也是一片好心，并无绑的心思。你若当真这般在意，回头我说说她做成了。他与嘉宁相识多年，替他分忧原属常情。可越是见他如此，我心里反倒越没了底。玉儿，你这几日往侯府跑得也太勤了，女子该有的矜持都不要了。阿旭都同我说了，没想到严姑娘居然这样看我，原来一直都是我自作多情了。听闻你近来总是去找阿旭，莫非是觉得本郡主威胁到你未来世子妃的地位了？既如此，你也不用这般费力。我现在就帮你认清自己的位置吧。嘉宁落水后一直昏迷不醒。萧旭，那日是他自小体弱，你就算再怎么争风吃醋，也不该将他拉入湖中试探我的心意。你说我拉他？那日你们一同落水，我分明与嘉宁相识更久，情分更深，可我最先游向的人却是你，所以他后来才不再挣扎。他一定是看到了我游向你。明明我从小就答应过他，绝不会让他输的，是我失言了。之后他一改先前的温和态度，待我日渐冷淡，有时更是严苛到近乎故意刁难的地步。你若无法忍受，那成婚前便别再见面了。
既然待我不好，那不如就别成婚了。原本我是打算春猎那日趁陛下兴致正高，若能一举夺魁，便借着讨赏的由头请求退婚。可谁知竟出了这等岔子。事后舅舅对萧旭已颇为不满，若我将他故意害我落马一事全盘托出，想必舅舅也会顶着压力替我争一争。可这样一来，陆家今后要如何自处？家中还有3位姐姐待嫁，2个哥哥即将入仕。你呀，怎么自打醒来后就变得呆头呆脑的？往日一聊起萧旭你就口若悬河，如今连听说他去陪郡主了，你竟也不见动怒。而且明明是萧旭伤了你，你竟半点要找他算账的意思都没有，甚至都没提起过他。其实我从昨日就想问了。问什么？你们说的这位萧旭究竟是谁啊？哎，听说了吗？严家那位小姐坠马醒后失忆了。失忆？那她跟重安世子的婚约怎么办？奇就奇在她谁都记得，偏偏把那位她整日追着跑的萧寿子给忘了。回夫人，老朽行医多年，从未见过这种独独忘记一人的怪症。严小姐脉象平稳，老朽实在束手无策呀。这是自然，毕竟我是装的。好孩子，让你受苦了。萧旭害你遭了这场大罪，忘了他也是他活该。当真一点都不记得了吗？说来惭愧，我如今连他生的什么模样都已想不起来了。此番虽是姑姑召我前来，但飞玉也正好有桩心事，想请姑姑指点。如今我虽不记得萧世子其人，可听闻自我受伤这半月来，他一味登门探望，2位捎来只字片语，细想之下，此人既无半点世家子弟的涵养，对我大约也是显艳得很。又闻他连日来都在郡主府，对嘉宁郡主衣不解带的伺候照料。说句心里话，飞玉听着这些，当真有些难以接受。即便忘了前尘，可我终究还是他的未婚妻啊！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都退下。是。玉儿莫非是想要退婚？萧世子乃侯府独子，身份尊贵，我如今大病一场，还落下这不明不白的遗忘之症，恐怕崇安侯心中也会有几分犹豫吧。当初崇安侯请旨赐婚，不单是以你们门当户对，更因他曾在义兄麾下受过照拂。如今他封侯拜相，感逆知遇之恩，想好生照亮义兄唯一的女儿，如此重情重义，陛下深为欣赏。眼下婚期将近，若崇安侯这时因你失意提出退婚，岂不要被天下人耻笑？想来也是，崇安侯不会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玉儿不必重口，那萧旭伤了你，至今没个说法，实在说不过去。放心，此事我定要到陛下跟前好生抱怨一番，担保他今后再不敢欺负你。退婚之路竟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崇安侯用父亲的恩情将我捆绑，萧许用世俗的婚邪束缚我，难道我颜飞玉就真的只能任人摆布吗？是弗兰，春猎那日我无故爽约，害他在湖边空等了一下午，正想着怎么向他赔罪呢。我说萧世子，您可真是艳福不浅啊！这边嘉宁郡主病体初愈，需要您时时探望。那边府上那位又传出失忆的消息，您这大忙人怎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儿与我们吃酒啊？失忆？我看他不过是见春猎时输给了嘉宁，觉得面上无光，又在耍他那套老把戏罢了。他素来爱拈酸吃醋，这回听说我去照顾嘉宁，便故意装出失魂落魄的模样，想博我同情，令我愧疚。哼，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失忆只偏偏忘记我一个人。你们看着吧，等3月后婚期一到，他保证什么都痊愈了。贾失忆这招确实不高明，否则我真该直接推门进去扇他一耳光，把他在猎场害我落马的事当众抖出来。但若闹大了，会牵连舅舅开罪侯府。好巧呀，飞玉，你也来买点心吗？那日你爽约，我还只当你是记性不好，没想到竟是失忆这样的大事。这里讲话也不方便，我们还是找间雅室好好聊聊。对了，你后来还有再梦见那个人吗？谁允许你偷听的？怎么，哑巴了？外头都传你失忆，将我忘了，我看这不是惦记得很吗？不在家中好好养病，偏跑到酒楼来探听我的消息，莫非是见我迟迟不去陆宅寻你，急了？请您放手，纵然世子身份尊贵，也不代表您可以对飞玉这般无礼。颜飞玉，你敢打我！看来您便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萧世子。
原以为您害我受伤，却毫无歉意，不过是教养欠佳，不曾想，竟还是个在大庭广众之下亵睨女子的登徒子。原来就是他把未婚妻设下马的，当众拉拉扯扯，确实没规矩。萧旭，你口口声声说我不在这养病，是想引起你的注意。我想问问，崇安侯便是这般教导儿子的吗？颜飞玉，你居然当真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以前从不敢忤逆我。以前是以前，既然我忘了你，自然也忘了该怎么对你低声下气。想来也是，世子不顾男女大防，夜夜宿在郡主府的事，如今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一个连名声都不要的人，我又怎能指望您是什么端方君子呢？可不是嘛！听说萧世子为了照看那位佳宁小主，这些天连自家大门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自家未婚妻都被伤得失忆了，连看都不看一眼，反倒跑去伺候旁人。这会儿倒有脸跑来怪人家姑娘。依我说，那位佳宁郡主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换了是他的未婚夫，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只怕他早把人大卸八块了，哪还能像严小姐这般只是赏一个巴掌？小哥，别动手！世子留步。原来如此，捷报要到了。颜飞玉，你便继续这样装傻充愣吧，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装一辈子不成。等到了那天，我看你怎么哭着来求我。吓死我了！飞玉，你刚才那一巴掌，我真怕他当场发疯。若非亲眼所见，我还真想不到那萧世子竟嚣张至此。好歹你也是忠烈之后，严将军满门荣光，宫中又有贵妃娘娘替你撑腰，他怎么敢的？以前我总觉得萧旭那是世子气度，现在想来，他不过是仗着崇安侯累立军功，没人敢招惹。再加上我以前那份傻到家了的痴迷，还有佳宁郡主，她可是陛下的心头肉，连她都整日围着萧旭转，萧旭自然觉得自己能在这京城横着走，所以他才敢在猎场对我动剑。一个有恃无恐的疯子。不说那丧门星了，这顿饭陪你上次空等之过，也谢你刚才仗义直言。舅舅、舅母，可是今日在酒楼。玉儿，你可算回来了！你舅舅刚得到的消息，北境大捷，崇安侯立了泼天的功劳，他今日便要返京了。北境捷报，崇安侯大破敌军，北敌灭也！灭了，终于灭了！这下崇安侯回京，那可真是权倾朝野了。何止啊！听闻侯爷这次要在京中多待些时日，除了述职，更要紧的是办他独子的婚事。婚事？你还没听说吗？那位严家小姐失了忆，前2天在酒楼刚扇了萧世子一个耳光，这婚事怕是悬喽。玉儿，我在陛下面前隶属了萧旭那孽障的恶行，陛下听后拍案大怒，本以你只召他入宫重罚，可偏偏北境捷报早不来晚不来，竟在此时送达。陛下龙颜大悦，为顾全老侯爷的颜面，领罚之事只能暂时搪塞过去了。难怪前些日萧旭敢在酒楼撂下那般狠话。陛下看在崇安侯立下不世之功的面子上，不打算深究萧旭，但毕竟京中闹得风雨大道，该敲打之处他仍要敲打，是以为抚你受创之心。此番3日后的庆功宴，陛下特别下旨，破格允准你一同前去。庆功宴，破格允准。严家世代驻守边境，北境军中不乏曾在我爹娘麾下效力的将士，如今距他们战死已过去8年，那些将士中有多少已擢升为上官，又有多少在这一次的大战中再立新功？说是为了让我安心，实则是为安抚边关将士，让他们知道朝廷并未薄待忠烈之后，好让他们继续在沙场上卖命罢了。但是好像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自坠马醒后，这梦就没断过。你是谁？拿稳了，别怕，飞玉。飞玉，你怎么又出神了？还是那个梦？还是那个少年，看不清脸，可那声音就跟长在我耳朵里似的。在我昏迷那个月，他一直在跟我说。依我看呀，兴许这少年与你有前世的姻缘，定是上天见你今世遇人不淑，被萧旭那混蛋伤了心，才特意托梦来看你，守着你。姻缘？没准儿他是在你梦里絮絮叨叨的教你该怎么把这门恶心的亲事退了呢。我知道弗兰是看出我有退婚之意，才故意说那些宽慰的话哄我开心。弗兰，你的心意我领了，可退亲这回事谈何容易，更别提崇安侯现在又立了泼天的大功，这时候去提退婚，怕是愈发渺茫了。舅母，您这是怎么了？玉儿，
你是不知道，你舅舅这心里比你还不好过。3日前，他本是铁了心要进宫去参萧旭一本的，害我玉儿受伤失忆，非但不来赔礼，反倒去伺候旁人。老夫若是再忍，还算什么长辈？北境大捷，崇安侯歼灭抵寇。天不助我！再怎么气愤，也没有在人家立了大功的时候去弹劾人儿子的道理。你舅舅他是怕连累陆家，更怕害了你啊。舅舅，方才我收到贵妃的信，说是过几日的庆功宴，准我随您一同参加。都怪舅舅没有你娘那般的本事，若我能再硬气些，哪怕拼了这身官服不要，也不会叫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到头来还要陪着笑脸去帮他们维持体面。舅舅，您别这么说，这些年要是没有您……好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咱们不说这些。玉儿可知，历来这种庆功宴上，陛下都会领群臣到靶场比试射箭，那彩头啊，可远比春猎时要丰厚得多。记得前些年李尚书家的公子就凭着一记穿云箭，赢了一方价值连城的水晶赤龙比价回去，那叫一个威风。上次春猎你受了那样重的伤，未能夺魁，舅舅心里一直替你遗憾，不妨这次在庆功宴上去争上一争，即便到头来赢不回彩头也无妨，能和那些刚下战场刀边舔血的将士们真刀真枪比试一回，对你而言也是难得的历练。舅舅，您这话飞玉可就不爱听了，我的射术可是我爹娘那2位大将军亲自出售的，您怎么不对我多分信心，反倒觉得我会输给那些将士？你这丫头果真是坠马把记性给摔差了。你爹娘当年那是镇守国门的重臣，常年驻守边关，若无皇命恩赏，那是半步不得回京的。他们一年到头都难得见你一面，哪有那个空闲时间能日日留在京中教你射箭呀？若不是爹娘，那我这一身百步穿杨的本事究竟是谁教的？我应该是忘记了什么。一直以来我都以为那一手骑射功夫是承自爹娘，可那日听舅舅话里的意思，我幼时似乎一直留在京中，与淑清聚少离多。爹娘身为戍边将领，理当与崇安侯一般常驻关塞，鲜少回京。可若如此，我的射术又是谁教的？我百思莫解，心中郁郁难舒。越是用力回想，脑子里的思绪反倒越搅成一团乱麻。瞧见了没？陛下竟然亲率众臣出城10里相迎，这般荣光，当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可不是嘛！当年严将军屡立战功，最多也就是陛下在殿前赐座，比起如今的崇安侯，严家还是差了些火候啊。侯爷一举歼灭北敌，为我大梁永绝后患，此等不世之功，当受万民瞻仰。我听说陛下这次不仅要重赏，还要恩赏萧家世袭罔替之爵。世袭罔替，那岂不是往后萧家代代都是侯爵，再也不用出来降敌了？那可不，如今北京兵变，崇安侯就是大梁的第一功臣，只要这恩赏一下，萧家那就是真正与国同销，这爵位。他便是把京城翻过来，陛下怕是也舍不得动他一根指头。萧家如今当真是鲜花着锦，世袭罔替，这般恩宠，也难怪萧旭如此得意。荣光到了头，接下来可就是绝路了。要我说，萧世子先前夜宿郡主府，哪是什么不顾男女之别？那分明是重情重义，郡主病重，世子那是义字当首。对极，反倒是严家那个丫头，在酒楼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当众掌掴夫婿，叫夫家颜面扫地。严氏这般女子，进门后怕是要把侯府闹翻天啊！我看啊，纵使萧世子此时去玉绸提退婚，也算不得背信弃义，不过是忍无可忍，求个各自安好罢了。阿旭，你听，外面大家可都这般说呢。左右他也将你给忘了，你先前不也总嫌他城府深沉，说对他颇为厌烦吗？不如就趁着这次侯爷大捷回京的机会，将这桩婚事退了如何？你若应下陛下那边，我自然会替你去游说的。佳宁，你这身子刚好不久，就别总为我的事操心了。玉娘我了解，她不过是气我春猎将她射下马，事后又没去探她，心里委屈，便故意宣称失忆闹上几日罢了，何必为这点小事去惊动陛下？更何况佳宁你也知道，我父亲当初是严继将军一手提拔起来的，萧家能有今日，全赖严将军知人善任。如今萧家立了大功，正值风光，若转头便将恩人的独女弃之不顾，这传出去，让京城百姓怎么看我萧家？这算怎么回事？我信你才有鬼！喜欢他便喜欢，阿旭，你犯不着在我面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幼在宫里长大，这种后来居上的戏码我见得多了。当年严贵妃仗着圣宠，生生抢走了我皇后姨母在陛下心目中的位置。如今天道轮回，又有她严妃玉，轻而易举就超越了你心里属于我的位置。我们家的女人命还真是苦。萧旭，你就是个骗子！你明明亲口答应过我，绝不会让我输的。
我们相识这么多年，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凭什么他才出现2年就能轻易把你抢走？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都抵不过他那张脸吗？为什么你会先救他？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与玉娘不过相识2载，却从未觉得这份喜欢能重过佳宁。可跳入湖中那一瞬，我确实先游向了颜飞玉。阿旭，是颜飞玉，是他嫉妒你对我好，在船上猛地推我落水，他想要我的命。正如佳宁所说，我们两小无猜。我当然清楚，那是他在倒打一耙，甚至玉娘多半也是被他一并拖下水的。别说了，我都听你的。我也答应你，在成婚之前，绝不会让你在任何事上输给飞玉。猎场那一剑，后果确实重了些。可如果不这样做，以后成亲了，我怎么能心安理得的面对被我伤害过的佳宁，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和玉娘过日子？失忆，这种拙劣的把戏，你打算演多久？可他当时那个眼神，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立功回京，陛下还邀他去宫宴，也罢。明日那种场合，总不能让旁人看萧家的笑话，更不能让父亲为了这点儿女情长的事忧心。颜飞玉，我亲自去给你递个台阶，你该知足了。哟，萧世子，您今天要点什么？把那几样严家小姐素日里爱吃的点心，每样都包上一份。你家老爷和夫人呢？回世子话，老爷夫人正在忙着筹备明日入宫庆功的事宜，此刻并不在宅中。去内院通传一声，就说本世子来看颜飞玉了。不过是传个话，竟要这么久。他若是见到我亲自来看他，定会立刻展开笑脸迎上来吧。过去向来如此，即便再生气，只要我哄上一句，他就什么都忘了。等这次宫宴一过，咱们成婚了，我会对他好的。以前那些冷淡，也不过是为了平衡佳宁那边。只要成婚，我便能坦然待他了。抱歉，玉娘，我今后绝不会将你受到半点伤害了。别丢下我，千求。别走！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贺千秋，别丢下我！千秋！贺千秋是谁？恭喜世子，老侯爷此次班师回朝，定是位极人臣呐！萧家满门忠烈，当真是国之栋梁。世子爷也是英雄出少年啊！说，那个贺初秋到底是谁？你梦里都在喊他，你居然敢背着我藏男人！颜飞玉，你真行！如今萧家风光无限，想来颜姑娘身价也要跟着水涨船高了吧？不过你可莫要因此便自满了。方才我可听见那位少一郎正盘算着把自己的小女儿举荐给阿旭做妾呢。听说颜姑娘受伤失忆，连阿旭都忘了，怎么如今瞧见她被旁人围着，脸色还是这般难看？果真如阿旭所言，你不过是在使些下三滥的宝转，故意装出这副样子引他注意罢了。托郡主的福，忘掉那些，我轻松多了。轻松？颜飞玉，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你们在聊什么？阿旭，你可算过来了。我正和颜姑娘聊今日陛下备下的彩头呢。阿旭，这一回你也不要让我输哦。颜飞玉，你听好了，今日是我父亲的庆功宴，满朝王公大臣都在场，待会儿的射箭比试你就莫要参与了。万一届时你那所谓的失忆症又发作，闹出什么事端来，
丢的终究是我萧家的颜面。世子若怕丢脸，退婚不就成了？陛下如今这般看重崇安侯，连庆功宴的规格都比往年隆重许多。想来你若肯跪地请旨，趁势讨个退婚的恩赏，也不算难事。世子，你说呢？世子又是世子！颜飞玉，你到底要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事到如今，你还想退婚做什么？是为了那个贺春秋吗？我告诉你，就算你打算这辈子都跟我虚与委蛇的过下去也无所谓，只要你终究是我的妻子，我就绝不会让你去找别的男人。阿旭，玉娘，我知道你在气我，不论往日种种，成婚后我定会好好待你。来日方长，来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意的。就像昨天你带来的枣泥糕吗？萧旭，你也失忆了吗？喜欢枣泥糕的人从来不是我，是郡主。你的深情送错人了。崇安侯到！自定亲以来，这还是我头一回见到他。玉儿，随我上前行礼，莫要失了规矩。见过侯爷。这便是飞玉啊，好些年不见，竟已出落成这般模样了，真是像。这眉宇间的神韵，与当年的严将军当真像极了。双亲过世时，飞玉不过金钗之年，许多事早已记不清了。舅舅常说爹娘常年驻守边塞，想来如今天底下最了解他们往事的，便是侯爷您了。不知侯爷可否拨用，与我讲讲当年在那边塞。瞧你这孩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陛下圣驾将至，怎能在此拉着侯爷问长问短？是飞玉失礼了。无碍，飞玉这是至孝，陆大人莫要苛责。严将军与陆统领故去这么多年，严小姐想必过得很不容易。如今见她这般精神，倒叫人放心了。不是，如今北狄覆灭，严小姐与萧世子又成婚在即，当真是好事成双。想必严将军在天有灵，看到唯一的血脉有了归宿，也该欣慰了吧？正驾降临，宴请。此番北境大捷，崇安侯功不可没啊！微臣为大梁守土，乃职分所在，不敢贪功。侯爷不急，这赏赐朕打算留到待会儿的射箭比试上，与那份独特的彩头一同颁下，如此才算是不负这一场盛事。那是我父亲的甲胄。佳宁，我昨日不是已经和你说过，飞羽不会参加了吗？你这是做什么？阿旭，急什么？既是陛下定下的比试，参赛者岂有临阵刺拳的道理？你可是答应过要让我赢的，这可是最后一场了，你不会想要反悔吧？从一开始我就错了，我许下那些荒唐的诺言，只是为了弥补那点见鬼的愧疚，想让自己日后能坦然面对玉娘。可佳宁竟伙同陛下拿严将军的遗物做彩头，若我今日真的赢了飞玉，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他？这可是严将军当年的杀敌甲胄啊！陛下圣明，这是要借今日比试将遗物物归原主，好让边关将士归心呐。这怎么可能？蓝茄，他不是射靶，他是在射世子的箭。我明白了，不必自己中靶，只要让对手也无箭可中，只要他想，我就赢不了。这是什么怪物射术，封死所有的退路。是了，这些注目本就该属于玉娘，原本春猎那天的彩头也该是她的。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飞玉的射术精湛到如此地步？来吧，玉娘，这一箭之后，咱们就两清了。玉娘，你会原谅我的。
怎么会这样？这，玉娘，你明明可以接住的。世子萧旭得1分，严姑娘0分，世子由他获胜。陛下，臣要求再比试一次，这不公平。方才是我发挥失常，飞玉最后一剑实在是可惜，你也看见了，纵使这一剑没有中靶，他的射术也是冠绝全场。求陛下给飞玉一个重新比试的机会。荒唐！规则终究是规则，若轻易再比，朝廷威严何在？陛下，方才那场比试当真酣畅，看得老臣也有些手痒。既然旭儿是代表郡主出战，赢了便是赢了。飞玉这孩子剑法虽好，终究差了份运气。萧家既受了赏，那便也只剩我这把老骨头能上场了。飞玉不愧是将门之后，当年你母亲在战场上箭无虚发，那可是马车上的英雄。你既承继了他的技艺，日后若要从军，必定也是一员将才。可惜啊，你到底还是年轻了些，最后一剑终究是轻率了。侯爷，我的射术并非师承我娘，难道您忘了，她自我幼时起便一直守在燕云关边塞，根本抽不开身回京教我吗？是，你瞧我这记性。看来你在京城倒是寻了个好师傅啊，不知是京中哪位武将，竟有这般神乎其技的本事。江州营贺千秋。严飞玉，你疯了！你果然想起来了。侯爷，您方才教导我说我最后一剑射轻率了，您看准了，这才是我严飞玉送您的最后一剑。我小时候便知道自己是爹娘留在京城的人质。回来，是爹娘回来了。那时舅舅一家尚未来京，偌大的严府只有几个雇来的下人。这京城的巷子怎么跟迷魂阵似的？江州那边的路也没这么难走啊！迷路了，这一带我知道怎么出去。小姑娘，快给指条明路，事成之后给你买糖吃。我不要糖，作为交换，你们每次往返江州和京城都要带上我，怎么样？不然你们怕是要在巷子里绕上大半天喽。成，听你的，只要你不嫌路远颠簸。小姑娘，你家里人不管你啊？跑去江州干啥？去找我娘。我听陈嬷嬷说，我娘是江州营出来的，去了爹娘待过的地方，说不定就能见到他们了。那时太小，以为只要去了那儿，爹娘就真的会出现。陈嬷嬷这一死，府里可算清静了，再没人成天念叨规矩。可不是，咱们这位大小姐离府2日都没人察觉，只要老爷夫人在边关回不来，谁管她去哪儿疯？走喽，江州3日路程，都警醒着点儿。3日去，3日回，再加上江州待1日，7天时间，那帮啥都不管的下人肯定发现不了。若我能被江州民收编，往后也能当个将军，爹娘定会对我大加赞赏吧。去，哪来的野孩子？江州营重地，不收女童子。我会骑马，我还会射箭，我娘就是江州营出身的，她能进，凭什么我不能进？你妈谁呀？再不走，当奸细抓了。凭什么她能进去？她不也是个小姑娘吗？我是男的。你真是男的？哪有长得这么……难不成我还能是女子假扮的？这居然有个狗洞！怎么又是你？这里是军营，被抓住要吃军棍的，快滚！别这么凶嘛，我是来学本事的。哎，你到底有什么法子能让我正式进营啊？我都没办法，我爹是武长，娘是军妓，自打出生我就在这营里，除了这儿，我没别的地方可去。我现在只能打打杂、刷刷马桶，但你看着吧，总有一天我要当大将军。你还挺敢想的。我发现他还挺健谈，明明我都没问那么多。你带我去马厩骑马，去武场学射箭，成不成？当真去不了吗？
可我想骑马，小学见。你跟我来。我骑上马了，我真的骑上了。小声点，要是让巡逻的军士看见，咱俩都得吃鞭子。怎么这么难？你好厉害啊！快教教我。拉弓时要脚尖同宽，身体微微前倾，这样才能稳住身形。我爹从前练兵时常说，习武瞄准讲究找准薄弱之处，铠甲能护住胸腹，可脖颈缺少防护。练习瞄准可以以此为目标，锻炼眼力与准头。千秋，下个月我肯定还来找你，到时候我给你带一把全京城最好的木雕弹经。你不会在骗我吧？我爹之前出兵也说下个月就回来，可他再也没回来过。拿着，这是我的长命锁，你要好生替我保管着。下个月的今天，我定会回来亲手取它。好，我等你。那之后，我每次都会带些江州营没有的东西给他，同样，千秋也会送我他亲手做的东西。兜兜转转，1年就过去了。这是我在京城铺子里瞧见最好看的一个，特地给你买的，香气能避虫蛰。我觉得咱们总老是互相送小东西不太好吧？为啥不好啊？营里的伙夫大叔总说笑，旁人不会天天送贴身小物品，被大家瞧见要乱开玩笑的。原来是怕旁人打笑咱们，怕啥玩笑？我以后碰到好玩的玩意儿，照样留给你，咱们可是最好的小伙伴。那我以后有空亲手缝个香袋还给你。一言为定，我会等着的。当时随口的约定，只当玩伴间的玩笑许诺，谁知这么多年，还一直记在心里。后来我回了京城，因这祭祖仪式耽误了小半年。千秋，我取锁来了。飞玉，我要去北边从军了。被杀了！叶飞玉失亲了！放肆！给朕拿下！终究还是给他们添了个天大的麻烦。颜飞玉，你最好一直这么疯下去。呵，千秋。自爹娘去后，我每一回到此处便伤心难抑。舅舅怕我伤着身子，从不肯让我独自回来。飞玉，我要去北边从军了。我也去，那是我爹娘守着的燕云关，为什么一定要走？江州营不好吗？江州营在京城附近，长久安稳，这种地方只能养出软骨头。我不愿意在那里混吃等死，我要去燕云关。飞玉，对不起，我还骗了你。骗我什么？我爹，他不是战死的，他是做了逃兵，再也没回来过。我怕你瞧不起我，怕你不想让一个逃兵的儿子做你的未婚夫，才说了那些瞎话。等下个月我的生辰过了，到时候我立了军功，你就可以去找我提亲了。好啊，那我就等着那天。等到了燕云关，一定要好好向爹喵介绍他。这家伙实在太有意思了。他是回城请援军的。别管我，燕云关受袭，令牌密报，快！是燕云关，飞玉，是你爹娘守着的燕云关。走，拨马回城。千秋，有埋伏！飞玉，听着，我去引开追兵，你快带密信去都尉府请兵。不，我们要走，一起走。那一刻，我隐隐预感，这次与他分开，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你可是将门之女，你可以做到的，对吗？快去啊，飞玉！你不想救你爹娘了吗？救人，救命！求求你，舅舅和千秋去燕云关救我爹娘。再醒来时，
我的人生已天翻地覆，援军抵达的太迟，爹娘双双战死在燕云关。而那个替我引开追兵的少年，官府在郊外200里处发现了他的尸骨。严姑娘，请节哀。若是军报能再早到一些，哪怕只是半个时辰，或许这仗……是啊，若是再早一点，再早一点点，若是当初回城请兵的人是贺丰年就好了。太医，玉儿为何还不醒？严小姐身无重伤，却心存死志，大抵是遭逢巨变，神识自封了。我被送回京后便一直昏睡，从前发生的那些事竟全记不得。我确实失了忆，但忘记的从来就不是萧旭，而是我的罪。在地牢关了2日，严飞玉，你可有什么要交代的？臣女要交代的不仅是这一件，更是8年前燕云关的真相。8年前，臣女在都尉府见到的那位百夫长，就是刚死在靶场上的崇安侯。当年他为了独占军功，特电向都尉瞒下了敌袭的消息。他自己悄悄带着100余亲信赶到燕云关附近，只等着我爹娘拼杀至最后时刻，他再出来救场。可他没想到北敌人攻势太猛，他临阵生了胆怯，怕折损自己的兵马，竟硬生生错失了最佳驰援时机。直到我爹娘双双战死之后，他才入场收拾残局，冒领了全军的战功。你既有冤情，何不早日求助朝廷？你说这些尚无实据。如今崇安侯既死，死无对证，你要朕如何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朕又怎么还你公道？人都死了，我要公道做什么？那日在太极殿上，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未着铠甲，身无兵刃，我便知道那是我报仇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严飞玉，你说不要公道，可你知不知道，你此举是公然行刺，是死罪？难道凭你一己仇怨，朕便能饶过你，坏了大梁的律法吗？崇安侯好歹是义军主将，你就没有想过，若他就此死了，北境前线群龙无首，会给敌军以可乘之机，更会叫3军将士对朝廷寒心。你这是在动摇国本。将士寒心，陛下，坊间盛传您要赏萧侯世袭罔替的爵位，想来也不是空穴来风吧？他在边关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早已成了北境的土皇帝，陛下难道就不想让他回京养老吗？若说将士无首，臣女昨夜还在牢中听守卫说起，您派去边关接替帅位的那一位，既不是严家旧部，也并非萧侯亲信，这般恰到好处的人选，刚好在崇安侯身死之时就能顶上。陛下倒是寻得真快啊！而今陛下已然真知晓真相，大可将崇安侯冒领军功，害死我双亲的仇怨公之于众。边关将士们听了，怕是不仅不会寒心，反倒要热血激愤，大赞陛下圣明素质军法了。哼，严飞玉，你倒是替朕把路都想好了，可你行刺主将事实，朕若不杀你，国法何在？至于我的死罪，陛下难道就没想过，崇安侯当年冒领军功，分明知道我是唯一的活口，他为何还要向您请旨赐婚？是什么样的天大好处，能让他冒着我认出的风险，也要将我锁死在萧家？御史台陆谦，陆御史求见。陛下，严家先祖曾随太祖开国，赐有铁券丹书，可免死罪一次。陈陆同，求陛下看在忠烈之后的份上，饶飞玉一命。崇安侯暗蓄兵马，意图不轨，其宅邸查获大量盔甲兵器，证据确凿，举家下狱。走快点，罪臣之后装什么失魂落魄？郡主，陛下有令，您不能进去。阿旭，这些天陛下将我禁足，不让我来找你。你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都是严飞玉在陛下面前搬弄是非，他杀了侯爷，却谎称自己恢复了记忆，编造什么深仇大恨。阿旭，你清醒一点，我们这就入宫求见陛下，去为侯爷平反。我们要让陛下杀了严飞玉，给侯爷偿命。阿旭，你说什么？不是他杀了父亲，是我杀的。若不是我害他坠马，他就不会撞伤头部；若不受伤，他就不会想起一切；若不是我连放9箭，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藏住了最后一只，他也绝不会得手。都是我，全都是因为我。别看我，明明我还在憧憬将来，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他恢复了那些该死的记忆。
阿虚，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不是你，都是你指使我做的。我爹是你杀的，飞玉也是因为你才变成那样的，全都是你。佳宁，我会永远保护你的。大人，这下面有尸首。啊，那是嘉宁郡主。呸！这崇安侯府平日里权倾朝鲜，谁能想到背地里安蓄兵马，连郡主都被这疯子给杀了。可不是，落得个满门株连的下场，当真是报应。颜飞玉，是你毁了我，我恨你！他有多恨我，我不知道，我却只如厌恨崇安侯一般厌恨着他，倒不是别的，只是觉得恶心。舅舅，这么多年是我拖累了陆家，最后还要用掉家里唯一的金牌保命，飞玉，对不住你。你这孩子说什么麻不麻烦？别忘了，你娘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仇难道就不是我的恨吗？飞玉，我对不起啊，弗兰，从前说好要陪你到出嫁，如今不仅陪不了你，反倒害你被那些官眷非议了。该道歉的是我，你想退婚，我帮不上忙。你心里装了那么多苦，我也没能替你分担半分。飞玉，出了城，你打算去哪儿？我想先去燕云关祭拜爹娘，向他们赔罪，然后我想去江州。记得和我通信，到时候再多同我讲讲他的事吧。他今年也该24岁了，该娶妻了，该当将军了，也该来找我提亲了。